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傅山海重返5月档期，程毅凭啥让腾讯硬刚央视？观众一针见血。当腾讯视频5月片单悄然更新时，整个影视圈的神经都被牵动。由程毅主演的武侠巨制《傅山海》赫然回归。这部曾因女2号李凯、辛辱华风波被雪藏的作品，如今以700万预约量强势来袭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其档期与肖战主演的《藏海传》高度重合。5月18日央视8套开播的《藏海传》刚释出全模板预告，腾讯便迅速将《傅山海》推上待播列表，一场流量大战箭在弦上。在微博超话社区，程毅傅山海话题阅读量突破15亿，粉丝自制表情包萧秋水提剑而来，刷屏朋友圈。有剧迷精准总结，看惯了程毅在莲花楼里病若神医的破碎感，突然要演热血少年侠客，这种反差感就像把抹茶冰淇淋倒进麻辣火锅。这种期待并非空穴来风。程毅在《傅山海》中展现的精分式演技早已通过片花引发热议。他饰演的萧明明在现实世界是戴黑框眼镜的社畜编剧，穿越后却成为直剑天涯的萧秋水。更需分是幕后谋士李晨舟。某站 UP 主影视显微镜分析，程毅在3个角色间切换时，连瞳孔震颤频率都不同。李晨舟的眼神像深潭，萧秋水则是跳跃的火苗。与传统武侠剧不同，《傅山海》开创了书中书叙事结构。萧明明笔下的武侠世界不断反哺现实，这种设定让打戏都充满黑色幽默。某场戏中，萧秋水手持的上古魔剑竟是现实中的指甲剪，与敌人对决时突然卡住头发，弹幕瞬间被这是武侠喜剧吧刷屏。这种解构传统武侠的勇气，在年轻观众中引发强烈共鸣。00后观众小鹿乱撞评论：终于不用看主角动不动就拯救苍生了。萧秋水会为了买糖葫芦跟摊主砍价，这才是真实江湖。剧组为还原温瑞安笔下的神州奇侠世界，耗资千万搭建实景江湖。权力帮总坛采用榫卯结构建造，唐门机关城暗藏36处可动装置，连群众演员的兵器都刻有专属编号。武术指导陈伟涛透露，程毅的打戏要求拳拳到肉，但要有诗意。有场雨中决战拍了17天，他坚持不用替身，结果杀青后发现锁骨处有道5厘米伤口，这种较真劲在特辑中可见一斑。程毅为练秋水剑法，连续3个月每天挥剑2000次，右手虎口结痂再裂开，最终呈现的剑花被舞只称赞有古龙笔下西门吹雪的孤绝。腾讯将傅山海空降5月档期的决策，被业内解读为精准狙击。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，藏海传的想看人群中62%为女性，而傅山海的预约用户68%是男性。这种错位竞争让2大平台形成微妙平衡。更有趣的是，2部剧在宣发策略上形成镜像。藏海传主打肖战权谋美强惨人设，海报采用水墨质感；傅山海则走沙雕武侠路线。程毅抱着土狗说书的花絮播放量破1000万，这种差异化打法让观众不必2选1，反而催生出白天看藏海搞权谋，晚上追山海闯江湖的新型观剧模式。在莲花楼中，他塑造的李莲花被某教授评价为病态美学的范本，而此次在傅山海中，他彻底颠覆形象。某场萧秋水初入江湖的戏份，程毅设计3步走表演法：第1步踉跄如醉汉，第2步挺腰如标枪，第3步眼神从迷茫到炽热，完整呈现少年蜕变。这种表演层次在预告片中已见端倪。当萧秋水说出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是人情世故时，弹幕瞬间被李莲花灵魂附体刷屏。
但下一秒他挥剑斩断青丝的狠厉，又让观众惊呼：这还是那个病弱神医吗？在横店影视城开几率不足40%的当下，富山海与藏海传的对决，本质是武侠与权谋两大题材的生存之战。有趣的是，两部剧都在尝试突破类型窠臼。藏海传加入科幻元素，肖战饰演的藏海能通过玉佩预知未来，富山海则融入轻喜剧基因。古力娜扎饰演的肖雪瑜不再是传统花瓶，而是会吐槽弟弟练功不如绣花的毒舌姐姐。这种创新勇气，或许能为行业提供新思路。当观众厌倦了套路，唯有颠覆才能破局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，程毅与肖战的角色对比愈发鲜明。前者像苦行僧般磨砺演技，后者如指挥家般掌控全局。但他们都印证着同一个真理：在流量退潮的时代，唯有作品才能让演员真正赴山海。当《赴山海》的片头曲响起时，我们看到的或许不只是萧秋水的快意恩仇，更是中国影视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创作执念。这或许才是这场对决最值得玩味的注脚。当资本与流量退场，真正的好剧终将浮出水面。就像温瑞安在《神州奇侠》中写的：“江湖风雨多，英雄本色真。”